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7期，时间来到了1989年，这已经是红白机的第7年了，势头依然强劲。但这一年，任天堂在家用机市场要面对对手的全面竞争。除了在日本的对手 PCE， 世嘉 MD 主机在这一年的8月以 Genesis 的名字在北美发布。任天堂也有大的动作，这年4月份发布了 Game Boy 掌机，开启了一个新的赛道，也对后来的掌机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软件方面，卡带的游戏数量较上一年又有增加，这也是北美市场大作爆发的一年。磁盘版的新游戏已经少得可怜了。今天的主题是1989年1月发布的作品。大道五右卫门2，科乐美的人气角色大道五右卫门再次登场。上一作是在86年7月份发布的，中间间隔了2年半的时间，依然以江户时代的日本为背景，并融入了滑稽和科幻的元素。本作的故事是五右卫门不小心被抓住并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和他同住一个房间的有一个小偷兼忍者，名叫惠比寿丸。他告诉五右卫门有一个城里隐藏着宝藏，为了摆脱无聊，五右卫门和他的搭档决定越狱寻找宝藏。基本的系统框架延续了前作，但有些调整。惠比寿丸作为新角色加入，依然是动作的类型，以横版为主，增加了少量纵向的场景。五右卫门初始的武器是烟管，获得招财猫的道具，攻击方式升级成发射钱币，还可以再升一级变成发射老鼠烟火。如果是惠比寿丸，攻击方式从开始的笛子到玉再到手里剑。获得阿龟面具能增加移动和跳跃力，此时画面的左下方会显示鞋子的图案，最多提升3段，拿到大便的话会降级。新增的双人游戏模式里，2P 玩家控制惠比寿丸，两人的生命树可以共享，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常说的借命。武器和速度的等级也是共享的。前作主要的特色都有保留，有通往地下的场景，也有特殊房间内的3D 迷宫场景。各种特殊的房屋可以进入，住宿除了宿屋，本作还新增了浴场，还有像赌博屋可以赌博，算命屋可以算命，购买道具的房屋和普通民宅里对话获得信息。道具除了回血的饭团，发现隐藏通道的蜡烛，增加防御效果的铠甲和斗笠，还有增加生命上限和在3D 迷宫里使用的2种娃娃等等。如果接打到场景里的地藏菩萨，会被传送到地狱场景，要以最低1级的状态到达最右侧逃脱。这一座共有10个关卡，取消了前作繁琐的循环。过关的条件有2种，一种是和前作一样，收集3个通行证到达检查点过关，另一种是击败关卡末尾的 BOSS 过关。有 BOSS 的关卡里就不用收集通行证了。10个关卡也是日本不同的地区。离开监狱后，从九州出发，一路向东，几乎跨越整个日本，到宝藏所在的唐立城。最后一关的场景很大，有多个楼层，还有好几个 BOSS 要对付。2代相比前一作，基本系统沿用并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关卡数虽然变少了，但更加的精炼。每个关卡的场景都有鲜明的特点，基本没有重复，还增加了 BOSS。音乐丰富而且很有特点。1代在红白机比较早期的时候出现，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而本作发布隔了太久，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有一些其他同类游戏具备这样的素质和丰富的程度，相比之下它就没有那么突出了。个人评价3星半。百万小子幻之帝王篇，由索菲尔开发和发行的一款漫改作品，改编自石原永圭的漫画《百万小子》。漫画的原稿还有宫崎骏参与。1986年到1988年连载于讲谈社的少年周刊，是一部以14岁男孩二阶堂浩为主角的赌博漫画。游戏在同年10月份还发布了美版， NES 版的名字是赌场小子。和很多漫画游戏一样，到了海外就换皮。美版里主角被替换成了一个金发男孩，游戏内容比日版要少一些。日版里的主角前往拉斯维加斯，目标是击败赌场里的幻之帝王，并成为赌场冠军。美版里的城市名为虚构，主角要参加一场世界上最难对付的赌徒锦标赛。开始画面有自由和任务2种模式，自由模式下任意游玩几个小游戏，
主要内容是任务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一段开场交代之后，来到赌场大厅，人物可以像 RPG 游戏一样四处走动，可以和其他的 NPC 对话或者交手，也可以到对应的赌桌和机器跟前开始游玩。包含4个项目：21点、扑克牌、老虎机和轮盘。对战 NPC 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有的对手对战前要先战胜其他的人，把他们的钱全部赢光即为获胜。花钱坐飞机到下一个赌场继续赢钱，直到最终战胜幻之帝王。这个游戏的节奏很慢，按键下注非常麻烦，而且有大量的重复操作，很不智能，输入时有明显的延迟。可能制作方也发现了通关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添加了密码保存功能，即便是在同类游戏里也是很差劲的。个人评价2颗星。太空哈利，这是一个移植版，原版是1985年12月世嘉发布在街机平台的一款伪 3D 射击游戏。原版发布后，凭借当时出众的技术、创新的图形和玩法，广受好评，成为世嘉早期的经典作品之一。后来也出现了众多的模仿者，移植的版本累计登陆到了20多个平台。红白机的移植版发布前，已经登陆到了很多电脑端口，家用机的平台也已经有了 MS 和 PCE 版。但由于机能的差距，早年并没有太好的移植版本。红白机版的开发方是 Whiteboard 白板，名不见经传，连资料都查不到。发行方是特加利，之前特加利在红白机上的3款游戏都很烂。遥远的宇宙中原本和平的龙之国，如今遭到了邪恶势力的袭击，成为了怪物和毁灭机器的巢穴。拥有超能力的年轻战士哈利独自拯救龙之国，采用追尾的伪 3D 视角，从视觉上人物在画面内高速移动，方向键控制主角移动，可以飞到空中，来到地面会变成快速的奔跑。AB 键都是发射子弹，主角是祭司的设定。玩法上很单一，也没有什么武器升级这类的道具。总共18个关卡，每关都是对付完杂兵之后面对 BOSS。第5关和第12关是奖励关卡，哈利坐在守护龙乌利亚的背上，撞击障碍物获得奖励分数。红白机版3条命用完后没有续关的选项，但可以通过输入特殊指令继续。另外在开始界面按顺序输入右左下上，能进入到音乐测试的画面，收听不同的 BGM。 在这个 BGM 的测试界面，如果按7437481的顺序播放 BGM， 然后退出，就能进入到特殊的设置菜单。在这里能调整游戏的难度，上下反向控制，还可以把主角的贴图变成一个飞机。在 BGM 测试界面按7654321的顺序播放 BGM 后退出，能进入选关页面，之后退出到开始界面，重新进入游戏，就会从选择的关卡开始。可能是因为心理预期比较低，实际玩起来感觉还能接受，移植缩水是免不了的。红白机的主角图形小了很多，同名敌人数量很少， BOSS 也有缩水，画面和操作比想象中的要流畅一些，虽然有时候也会有拖慢和闪烁。个人评价2星半。哈雷大战，泰东发布在此列机上的一款纵向飞行射击作品。在1986年，泰东曾经在街机平台发布过一款叫做《哈雷彗星》的游戏，本作算是街机的移植版，来到红白机上名字稍有修改，两个版本在背景设定和游戏框架上差不多。哈雷彗星就是我们熟知的宇宙陨石，在游戏里，一颗哈雷彗星回到太阳系，伴随着外星人的进攻，要毁灭地球。玩家控制飞船在太空中对抗敌人，与一般的飞行射击游戏有个不同的地方，除了飞船有自己的生命树，画面下方还有一个百分比，表示地球被破坏的程度。任何从玩家飞船身后溜走的敌人都会对地球造成破坏，当百分比到达100%时，地球就被毁灭，游戏结束。这个百分比损伤在过关后会重置归0，如果保持0损伤过关，额外的获得1条生命。常规武器发射激光，有一种小飞船的道具，拿到后会有一个小飞船跟在身后，被称为爆炸吊舱，可以将它当作炸弹扔出去，摧毁屏幕上的敌人。跟在身后时不时的也会发射激光，最多保存4个。武器升级有2种，蓝色的增强向前方发射的火力，有4段升级，橙色的增强斜向扩散的攻击威力。
还有一种飞船图案的推进器，加快移动的速度。另外还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球体道具，属于比较稀有的物品。绿色球体直接升满武器威力，蓝色升满速度，橙色获得屏障保护，承受2次攻击，白色全灭屏幕上的敌人。总共8个关卡，末尾要消灭 BOSS。前5关基本上在太空中战斗，背景的变化不大。BOSS 主要是几种飞船。到第6关来到彗星的表面， BOSS 是表面的防御系统。后2关在彗星内部清除敌人。这样一款游戏放在89年的红白机上显得有些不够看了，映画水平在同期看来比较 low， 前面的关卡也有很多的重复，百分比的玩法有些特色，个人评价2星半。西村金太郎神秘系列蓝色列车杀人事件，艾瑞姆也在红白机上推出了自己的侦探冒险系列。参与这个类型竞争的又多了一家，和之前介绍的泰东的山村美沙系列的特点有些类似。这个系列也是由推理小说家担当游戏的编剧。西村金太郎是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是石川京警探系列和佐文自进侦探系列，不少的作品都被拍成了电视剧。1978年出版了第一部推理悬疑小说《卧铺特快杀人事件》，1979年拍成了电视剧。游戏名字里的蓝色列车实际上就是日本早年的卧铺车厢，主要人物的图形绘制也参照了当年电视剧里演员的形象。故事开始于一名私家侦探被发现死在了蓝色列车上，警方到现场展开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生了另一起谋杀案，2个案件同时进行，除了石金川探长，还有龟井刑警和西北刑警，总共3个角色。因此本作是一款多主角的侦探冒险游戏。系统上除了传统的文字冒险的形式，左上显示图片，右上显示各项动作指令，底部信息栏和对话，还有一个人物切换的选项，在3个警探之间来回切换。龟井调查第1起案件，西本调查第2起案件，石金川探长在相互交织的案件中进行串联。因为是警方办案，还有个特点是通过在不同的场所收集嫌疑人的指纹，比如检查把手或者打火机之类，和证据进行对比。故事的情节方面，本作在开始就出现了2起案件，后面的内容展开比较平淡，嫌疑人和好人比较容易分辨，不像其他的侦探类作品那样有很多的转折点，重点放在了嫌疑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能将嫌疑人的证词记录成笔记，反复的查看其中的漏洞，通过在时间上进行推演，包括查看列车的时刻表来解开谜团。这部作品的剧本和解谜的方面还是比较扎实的，有一定的难度，但作为侦探类的游戏，少了跌宕起伏的转折，吸引力会差一些。BGM 的质量不错，氛围配合的也恰到好处，图形制作比较一般，同一个人物不同的图片有时候看上去不像一个人。个人评价3颗星。李健八犬传，这是 SNK 的第一款角色扮演作品。游戏里的故事来源于长篇小说《南总李健八犬传》，作者的笔名须町马晴，本名龙泽兴邦，生于18世纪，是江户时期的小说家。故事多次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电影和动漫等等，改编的游戏不算特别多。本作之前有一款1986年的街机射击游戏《妖魔人法帖》，小说的故事以室町时代为背景，讲述了8位年轻人因安防李健家的公主伏击，他们的命运连结在了一起。每个人都有一颗念珠，上面分别刻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身体的某个地方都有一颗牡丹形状的痣。游戏开始于李建成被妖怪占领，公主被妖怪抓走，挂在他脖子上的8颗珠子散落各处。玩家扮演的是8犬之一的犬种信乃，他要找齐8颗珠子，打倒妖怪，救出公主。系统框架还是借鉴的勇者斗恶龙，俯视角的场景、城镇对话、收集信息、购买装备物品、与怪物战斗获得经验值升级、迷宫探索获得宝物。本作里部分的对话会切换到专门的画面。城镇里有一个有些特殊的地方是酒馆，在里面可以获取有用的情报。玩法上主要的特点有一个良心系统，游戏中有好妖怪和坏妖怪的区别，通过击败对应的妖怪增加或者降低良心值。主角的良心值超过0就被认为是好人，低于-1是坏人。
数值也影响村民的对话和故事的进展。战斗中和好妖怪对话能得到信息或者物品，良心值高，掉落的物品概率也会增加。有些好的装备只能从消灭妖怪才能掉落，所以还是鼓励做个好人。人物升级后有一个轮盘会随机点数，随机到的数值用于 HP 和 MP 的增长。另外的3项属性攻击、防御和速度可以自由分配点数。流程基本上是线性的，从日本的肥后到陆奥，找到其他的同伴加入，剩余的7个人当中只有3个人作为同伴加入，剩下的4个人只是 NPC， 而且还会挂掉。最后当然是击败妖怪，救出公主。这部作品总体上比较平稳，战斗的平衡性稍有不足，怪物实力跨越有些大。按照良心系统，如果当了坏人没有太多的优势，基本上只能当个好人。敌人角色各种妖怪的图形设计的不错，战斗时刷装备也有点意思，个人评价3颗星。机动警察，万代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一部漫改作品，改编自当年热门的同名漫画，这也是首部根据该作品改编的游戏。漫画的原作是结城正美，1988年到1994年连载于小学馆的少年周刊，88年4月推出了首部的 OVA， 后来陆续出了动画、剧场版、小说等等。早年动画的角色设计由高田明美担任，出渊玉负责机体的设计。原著故事设定在近未来的东京，因为温室效应造成海平面上升，为避免日本沉没，开始了巴比伦计划，要建造大型的海堤封闭东京湾，为此引进了大量的劳工机器人，与机器人相关的治安问题也层出不穷。警视厅新成立了特车2课，围绕着成员们展开一系列的故事。游戏是横版动作的类型，但一开始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射击训练，在限定时间内击中靶子，但不能攻击其他的图标，得到10分以上能获得1枚徽章。接着到正式的关卡，选择1号机或者2号机，性能有些差异，1号机的防御力和跳跃力更强，2号机攻击力比较强，两个机器发射的子弹和使用的弹药也不相同。在横版的场景内，目标是要找到并救出足够数量的人质，以此开启本关的 BOSS 战，然后消灭 BOSS 过关。攻击武器有警棍和手枪，手枪子弹有数量的限制，画面左上方是机体的能量，打破场景里的木箱，有可能获得能量回复的道具或者是弹药。破坏带有绿色十字的木箱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每破坏1个，画面上方对应的标志就会加1，累计破坏5个就要写一份检讨书。救出的人质数量也会显示在画面的上方，有的人质还隐藏在不好发现的地方。消灭一定数量的敌人能累计徽章，收集5个以上就能在关卡开始前选择3号预备机。总共5个关卡，每关末尾都有一个机械 BOSS， 前2关还在城市，第3关到丛林，然后是洞穴，在地下要塞击败最终的 BOSS。 考虑到是万代的游戏，粉丝向的作品，本作的水准算是可以接受，有些救人质的场景设计的比较作，再就是敌人比较难对付，没有太重大的缺陷，个人评价2星半。家庭教练系列10未来小子僵尸大冒险。万代的体感系列已经来到了第10部，这也是在红白机上日版的最后一部了。本作同样要外接地电控制器，而且使用控制器的 A 面，之前的节目里也介绍过，用的比较多的是 B 面12个键位， A 面8个键位用的较少。游戏以僵尸小子作为主角，来自于当时的电视剧，这也迎合了那个时候热门的题材。开场还有一个故事的序幕，跟随爸爸妈妈的小僵尸在过河时不小心掉到了河里，来到阿弥陀国展开冒险，最终要找回他的父母。在一个卷轴上最多放置3个小僵尸，相当于游戏的人数。所有的动作都是通过在垫子上跳跃完成，控制小僵尸从下往上在3条道路之间选择，卷轴会被分成很多屏幕，只能看到当前一部分的道路，后面的场景根据选择的路线和运气来决定。不同图案的方块表示障碍，踩上去就会进入对应的场景，会触发3种不同的迷你游戏。在森林和宅邸要躲避一个敌方僵尸或者是道士的攻击，右侧是小僵尸的生命值，五角星能短暂无敌，香蕉恢复1点生命值，
还有一个时钟道具，拿到的话能直接结束迷你游戏。墓地场景，从下往上跳跃前进，要通过4个屏幕的长度，同时躲避移动的敌人。池塘的场景，踩着水里的木桩通过池塘，有2个屏幕的长度。在卷轴的地图上，还有可能遇到电视剧里的天天，这时生命值能回满。通过卷轴上的路线到达尽头，有 A、B、C 3个终点，会呈现出不同的结局。虽然这一作的题材比较新鲜，但内容实在太过单调，丰富性比该系列之前的作品要差上很多。只有3个小游戏，没有难度的级别，所谓的多人游戏也是轮流玩。个人评价2颗星。电击超人，东海发布的一款横版动作冒险作品。之前东海在红白机上发布过2款动作游戏，狙击13和突然君，评价都不高，还因此被称为了奇葩游戏的制作商。本作除了日版，同一年的年底还发布了美版，2个版本的区别不大，除了游戏名不同，美版里的少量图形做了替换，删除了一些对话和文字。故事讲述了秘密战队剑虎的成员邦和他的女友玛丽正在度假，突然接到队长的命令，重要的人物普拉姆教授被一个邪恶的组织绑架。普拉姆教授发明了能够毁灭世界的末日炸弹，邪恶的组织位于魔山顶部，末日炸弹由7枚徽章控制，掌管在组织的7个干部手中。主角要夺回徽章，排除炸弹的威胁。游戏采用了非线性的形式，43个关卡分布在大地图上，有多条路线连接，每完成一个关卡可以选择路线，也可以来回往复。主角的攻击像洛克人一样水平的发射子弹，可以跳跃，还能爬墙。人物的剩余血量如果是3点以上，每次伤害减少1格，剩余3点或者3点以下，每一格能承受多次伤害。有些场景会触发对话，很多是推进剧情的内容，还有一些特殊的地点和隐藏路线需要使用道具。收集的钱可以在商店购买道具，包括有限时间内特殊能力的装备，像加速的鞋子、飞行的喷气梯、潜水装备、熔岩或冰冻场景使用的超级套装，也有攻击和加强防御的道具、回血道具，还有一个召唤商店的电话，使用后能立即进入商店。收集敌人掉落的苹果能获得力量点数。到了游戏的中期，解锁仙术技能，包括能将人物变小的仙术，可以到达一些常规状态下无法到达的地点，还有传送、飞行、恢复生命和无敌的仙术。游戏的流程当然是先找到7个干部，击败他们得到徽章，然后去往地图顶端的魔山。在这个过程中，时不时穿插一些故事情节，故事的发展也是延续了东海的奇葩风格。击败最终 BOSS 之后还没有结束，为了消除炸弹的威胁，还得在限定的时间内用反复试错的方式将徽章按照顺序排列。这款游戏的评价2极分化，好的地方当然是丰富的内容，43个关卡，虽然每关不长，加上隐藏的部分，对于动作游戏来说体量相当的大了。还有购买道具、人物成长、获得法术、探索解谜、穿插故事等多样化的混合。批评的几个方面主要是难度不平衡，前期较难，中后期反而变得简单，地图来回走动有较多的重复，一些关卡和工具的判定做得比较粗糙。个人评价3星半。摩托车越野赛，人类娱乐开发科乐美发行的一款竞速作品。自从任天堂在1984年推出了经典的越野摩托之后，红白机上一直没有其他的公司涉足这类题材。本作是第2部越野摩托竞速的游戏，开始有2个模式，练习模式和比赛模式。练习模式在8条赛道上任选进行练习，没有其他的对手。主要内容是比赛的模式，8条赛道逐一进行，和其他5个电脑控制的车手一起比赛。每个赛道要先进行资格赛，以此确定正赛的排位。在正赛当中取得前2名晋级到下一个赛道。和任天堂的越野摩托完全的横向卷轴模式不同，本作是在环形的赛道里进行，有横向的推进，也有纵向的。基本操作上 A 键加速， B 键刹车，方向键左右控制转向，方向键上下是控制车头的倾斜角度。在踩油门加速时，摩托车的前轮会抬起，得用上下方向键控制平衡。爬坡跳跃时调整车头的倾斜角度，也能更高效地越过障碍。特别是上坡的阶段，
与对手的碰撞时和任天堂越野摩托一样，后方碰撞的车手会摔倒。全部8个赛道获胜后有一个简短的通关画面。这款游戏从操作的技术上做得比较细致，转向时的动作和手感，还有车头角度的变化。赛道做得也不错，大的土坡障碍结合弯道、地面上的小障碍，玩起来也相当的流畅。但游戏有个很大的问题，车速与画面的比例不匹配，在正常的车速下，可视范围完全不够玩家做出反应。在保持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等看到了障碍那一刻已经晚了。所以想要过关的话，只能依靠背板，记住每个障碍的位置和顺序，这就大大降低了趣味性。如果前面还有其他的车手，是否会撞上去就要靠运气了。个人评价2星半。洛伊德2：杰尼巴斯的反击，由东芝 EMI 发布的一款角色扮演游戏，1987年9月发布的初代作品《洛伊德中央大陆之战》在第26期里介绍过。本作是系列的第2部。有些时候，一个游戏能开发续作，并不是因为游戏好，而是 IP 本身的热度导致游戏作为它的周边产品能持续存在。就像现在介绍的这个系列，洛伊德是托米的玩具系列，主要是人类驾驶不同类型的机械恐龙或者是动物，搭配不同的武器系统。故事的背景设定延续了前作，连游戏的地图和上一作都一样，依然以赫里克共和国和杰尼巴斯帝国的战争为大背景。在中央大陆的世界，前作赫里克共和国抵挡了帝国的入侵，并将帝国军队赶出了中央大陆。3年后，在共和国的城市达里奥斯，玩家控制的主角作为士兵，驾驶着洛伊德被派往北部城市瓦莱西亚执行任务。基本的系统和前作相同，城镇里对话、收集情报，商店里购买战斗机甲的武器装备或者新的战斗机甲。大地图上的战斗遇敌变成完全随机式的，除了 BOSS 之外，没有之前那样可见的敌人。遇敌后，先是准备画面，显示敌人的类型，选择物品，进入战斗变成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左右方向键移动屏幕， A、B 2个按键发射不同的武器。战斗获得经验能提升战斗力，但不像前作里还会升级军衔。本作中军衔是通过完成事件来提升的。其他的有些内容是比之前有所改进的。初代没有什么剧情，比较空洞。洛伊德也是有原著故事，本作的剧本有原著的作者参与，内容要丰富一些，机体和武器的种类也大幅度增加。另外还加入了一些 3D 迷宫的探索场景。因为系统没变，所以游戏谈不上好。战斗的部分做的依然很糟糕，但增加了这些内容，当时让玩具和原作的粉丝相当的兴奋。总体上算是有些进步，个人评价2星半。博清夫君2，椰子娱乐发布的博清夫君系列的第2部作品，第一部是在1987年12月发布的，在第31期介绍过。系统和前作完全一样，玩博清哥打弹珠。因为博清夫君是一个拟人化的角色，每一部里都要安排一些故事情节。本作的一开始，博清夫君结了婚，他依然要征服各地弹珠店里的博清哥机台，启动资金由他的老婆来出。来到游戏厅后，仍然可以到处晃悠，和其他的人对话，获得信息。找一个机台坐下就能开始玩了。放大局部的画面，能观察钢钉的倾斜方向和位置。如果通过了100台机器，就能到博清哥之王的弹珠店里游玩。另外，游戏的程序有所优化，弹珠的运行较之前更加流畅，增加了一些真实感。个人评价2颗星。F1 世界冠军杯赛车。关于 F1 赛车这个题材的游戏，在红白机上已经有好几款了，最近这类游戏出现的频率也有点高。本作是 Data East 开发发行的，首先发行了日版，后来还有美欧版本。美版的游戏名是小阿尔昂塞尔的超级赛车，欧版名直接就叫做超级赛车。3个版本内容上有些区别，先介绍日版的内容。进入游戏后有3个模式，计时赛 A、计时赛 B 和大奖赛。计时赛 A 和 B 的区别仅仅是否有其他的车辆。这个模式里先设置一些参数，有游玩的人数，最多4人轮流游戏，然后是圈数，车辆的性能点数，最高性能是60点，16条赛道任意选择，这些赛道也都是 F1 比赛的真实赛道。主要的模式是大奖赛，开始要先建立一个存档，
这个游戏要通关得相当长的时间。接着3个选项设置赛车的性能，初始只有20点，分配给6个不同的属性，分别是速度、加速、耐久、操控、工作人员的维修速度和涡轮增压。接着可以在赛道上练习或者开始排位赛，排位赛只有1圈的机会，根据成绩决定比赛的位次。接着进行正赛，赛车数量和车手也都是模拟当时真实 F1 的情况。26辆赛车同时比赛，操作方式是 A 键加速， B 键刹车，方向键左右转向，上下方向键换挡，有3个档位。当处于3档时，如果再按方向键上，启动涡轮增压。底部的倒计时表示可用的时间。大奖赛的一场正赛时间很长，最少要跑16圈，中间是要进维修站的。取得前6名能拿到积分，还能升级车辆的性能。按这种形式比完全部的16个赛道，总积分最高夺得冠军。美版的游戏由当时的车手小阿尔昂塞尔代言，虽然他没有参加过 F1。如果是玩大奖赛的模式，开局就有一个以小阿尔昂塞尔作为车手的存档，车辆性能直接是满点60点。如果自己新建存档，小阿尔昂塞尔作为车队的教练会给予各种建议。美版里比赛时的界面也有些区别，底部的仪表盘不同，还多了一个人物头像。欧版的内容在美版的基础上删减了代言车手相关的内容，其他的和美版一样。到目前为止，这款 F1 赛车游戏是红白机上最接近真实比赛的模拟，从赛道、车手人数、比赛规则、性能参数各个方面都比较接近了。游戏的操作手感不错，画面流畅，比赛前还可以选背景音乐。电脑控制的其他车手也都很强，缺点是26辆车很容易碰撞，特别是从后方来的车辆难以避免。大奖赛的正赛时间太长，不能进行圈数的设置。不过总的来看，这是一款相当优秀的 F1 游戏，个人评价4颗星。好了，89年1月的游戏介绍先到这里，这个月还剩2部作品放到下期继续。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